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伯。目前各大赛区的夏季赛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，不仅仅 LPL 的队伍，很多外赛区的战队也是备受期待。就像隔壁的 LCK 赛区，有一支队伍在这个赛季里面进行了一次很强劲的引援，这支队伍就是 DK 战队。他们作为近2年来 LCK 里面唯一一支在世界级赛事里面取得过荣誉的队伍，在今年春季赛的时候却失去了自己的统治力。去年冬转期的时候 DK 战队几乎进行了重组，上下辅3人全部都离队，仅留下了 Shoemaker 和堪用2位功勋级的选手。战队打算围绕他们建队，同时也引入了一些其他的选手，但是在今年春季赛里面没能打出特别好的成绩，仅只是拿到了季军。很多网友都觉得 DK 的上单能力实在是太差了，换一个上单可能对整支队伍都有好处。于是 DK 在转会期里面让曾经陪伴 DWG 一起夺冠的 New Green 选手回到了这支队伍。当时不少网友都调侃牛爷爷终于是原谅 DK 战队了。春季赛的时候 DK 本就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因为薪资不合的原因，牛宝没有回来。夏季赛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花了大价钱和牛宝签了半年，如果这半年没能打出成绩，可能 DK 就真的要散了。检验一支队伍是否强势，那就找另一支强力的队伍来跟这支队伍打。之前 DK 已经遇到了 GNG 战队，可惜最终输掉了，下路的差距太大，让 DK 没有办法取胜。而当前 DK 又遇到了 T1 战队，如果可以战胜 T1， 那说明 DK 在夏季赛里面还是也很有希望争夺冠军的。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场比赛完全出乎了大家的意料。这场比赛 DK 输了，而且输得很彻底。可能大家认为当前 DK 最强的应该是打野位置上面的堪用，号称 LCK 第一打野，但是 Warner 在这场赛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力是完全爆掉了3输，而且牛宝在上路跟宙斯打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一点压力，下路更是被小型道容给压制的死死的，无论是从对线还是后面的运营 DK 都非常的吃力。这场比赛还为 Faker 再度贡献了一波名场面，他的加里奥藏在河道草丛上方，他直接闪现下来 W 嘲讽住了5个人，直接让 DK 这一波团战溃败。李哥的加里奥还是要尊重一下的呀。后面的大龙团里面 DK 5人直接被 T1 爆杀打出团灭，最终 T1 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，也延续了他们从春季到夏季的不败战绩。目前 T1 在 LCK 有着24连胜，堪称历史第一。DK 当前也陷入了一个难题，输给了 GNG 不说，又输给了 T1， 这2支队伍是当前 LCK 最强的2支战队了。春季赛 DK 打他们也很吃力，夏季赛更是再度输给了他们。看来牛宝的回归并不能够改变什么，因为去年牛宝也不在， DK 还是拿下了春夏双冠。所以说对于 DK 来讲，最为重要的是元神哥这个团队的大脑，放走了他才是最不值当的事情。如此看来，牛宝是可以代替的，而元神哥是必不可少的。除了 T1 之外， GN 也是连胜战队中的一员，目前同样砍下了4-0的战绩。作为 LCK 的老牌强队， GN 最近几个赛季以来一直都能够打进季后赛，但总是被 T1 压了一头。就拿春季赛来说，晋级决赛的情况下，最终还是输给了 T1， 只拿到了亚军的成绩。但随着版本的变迁， GN 是目前 LCK 所有队伍中最有机会对抗 T1 的战队，但上单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些差距的。最后一支获得4-0的战队就是 DRX 了。在 S12 赛季到来之后， Deft 状态回暖不少，加上辅助是元神哥，这支此前中流水平的队伍也是跻身到了1线实力。但除了下路表现比较亮眼之外，上中野这3个位置和 T1 GN 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，真要论实力的话只能算次一等。不过在如今 LCK 整体实力偏弱的情况下， DRX 打进季后赛是没什么悬念的，但要进世界赛希望比较渺茫。
值得一提的是 DRX 的 Deft 选手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自己的状态，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之前曾经和观众们统计过 LPL 以及 LCK 赛区现役的年龄最大的选手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是96年出生的。LCK 赛区目前只剩下2个96年的老将，一个是 Faker， 另一个就是 Deft。而 LPL 这边，墩壁、蛇、绿毛等选手是96年的。96年的选手已经是目前中韩赛区中年龄最大、辈分最高的了。换言之，中韩赛区没有95年或者之前出生的选手，因此这一批老将面对的退役压力是最大的。与 LPL 赛区不同的是， LCK 赛区的选手还要面临服兵役的压力。EDG 的功勋选手，目前在 DRX 效力的 Deft，在最近的采访中就表达了自己今年年底应该会退役的想法。他预告了自己的退役和去年的可汗类似，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的话， Deft 就会选择在今年年底退役。目前 Deft 所在的 DRX 战队成绩非常不错，试图冲击一次好成绩。猜想一下，如果 DRX 今年拿不到世界冠军， Deft 就会选择退役，或者说 DRX 没能打出好成绩，但 Deft 的个人实力有所突破，达到了新的境界，并且一直有自信能够维持，且在明年不必须服兵役的情况下， Deft 才会选择继续打1年。 Deft 在夏季赛的时候不幸中招，以线上赛的方式打了比赛，他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，表示当我评价自己表现时，我不觉得自己的水平大幅度跌落，但我的细节能力已经下滑了很多。 Deft 坦言，当他将自己与其他表现出色的下路组合对比的时候，完全没有觉得自己发挥得更好，应该将优秀选手的表现收集起来，并且研究出版本英雄的优先级，从而改善自己的局内表现。之所以可能要选择退役的一个原因，是 Deft 觉得自己的实力停滞不前，没有办法提升和突破，这是很多老将在职业生涯末期都面临的一个问题。 Deft 曾在去年的冒泡赛中有打出过神勇的发挥，但是到了世界赛，他的表现又不好了。作为 LCK 赛区唯二96年的选手，观众几乎可以预见 Deft 在年底的退役。他职业生涯最大的2个成就，一个是在 EDG 战队拿下了 MSI 的冠军，一个是他的总击杀数据，目前排名全世界所有 LOL 职业选手的第1位。阿博认为 Deft 和厂长有某种程度的相似，他也非常渴望能够拿下世界冠军，为此一直在辛苦的坚持着，过程中遭遇了无数困难和挫败，慢慢走过来，从一开始的赛场爱哭鬼变成现在 LCK 辈分最大的前辈。 Deft 成长了很多，也成熟了很多。可能在很多观众眼中 Deft 并不算顶尖的选手，但实际上作为职业选手，他已经非常成功。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，如果 Deft 能够和自己和解，从此享受生活，他就是一个成功的职业选手。虽然没有拿下过 S 赛世界冠军，但他的荣誉足以秒杀掉95%以上的选手。而在 Deft 退役之后， LCK 的96黄金一代真就只剩下 Faker 了。希望他们能在最后的职业生涯中不留遗憾。